圖傳和監視器到底要不要買？其實大部分下用戶都被這個問題困擾過。我自己用索尼6400的時候也糾結過，直到後來跟着团隊去拍攝大項目，看到了真正的實戰需求，我才徹底明白，原來差別那麼大。猛犸在年終的時候就給我寄了一套图傳體驗，小小的微影带屏幕的极影5和极影7，我體驗的時間是蠻久了，實際用下來比起當年是有了很大的不同，功能更強，而且也有了非常不錯的生態，所以我这就思考着，就還是給大家來一期視頻聊一聊監視器和圖傳該不該買，然後如何選。首先，我們先快速過一下這幾款產品。微影是一款無線圖傳發射器，它可以連接我們的相機，然後使用手機或者平板有線、无線监看，当然也可以直接使用其他的极影7、极影5来监看。入门的定位，价格是999，而极影5和极影7就是图傳監視器，都是收发一体，既可以当机头监，也可以当移动的监看。主要的区別就是尺寸大小和亮度区別。5更加倾向于攝影自己看，強調輕亮，機頭安裝舒服；而極影7是屏幕更大、更亮，更適合導演和團隊監看。它們都是猛犸生態裡面的重要的一環，都可以做到一发4收。我此前購買的監視器是富威德，雖然功能不多，但也用到了今年才嘎掉。我的選購理由是非常簡單的，之前用的相機是索尼的6400，畫面是真的看不太清楚，甲方也對這樣一個小機器沒有啥信心，所以整個監視器一方面是自己更好的監看，一方面是甲方快樂機，一舉多得。那麼就可以借這個角度來看看這3個產品到底適合什麼人使用，有什麼用。微影其實我個人感覺啊，它就是適合我這種小型的自媒体工作室，內置了5150毫安的電池，它可以直接把畫面傳到手機和平板上，而且價格足夠的低。它有一個 HDMI in， 一個 Type C out， 一個 C 口供電，正反一個冷卻口，一個冷卻接口，底部一個1/4的螺絲口，配套也送了一個轉接，但不是物流雲台，這個就只能將就着用啊。然後也有直接送一個手機夾，一個磁吸配件，這就使得我們拍攝這類自媒體的人可以很輕鬆的獲得一個不錯的監看體驗，而且是多設備無線監看。但它的重點是在它 APP 裡面，配合 APP 之後，微影這套系統的可玩性就非常高了啊，像錄製、波形圖、直翻圖、矢量圖輔助對焦、斑馬線、圖像疊加、LUT、變形這些主流的監看輔助工具在 APP 裡面基本上都給你準備齊了，相當於讓手機、平板直接變成了專業的監視器。而更關鍵的是 ，APP 還可以一邊監看一邊錄製帶領文件，甚至在裡面直接命名打標，拍完之後素材好找好剪，不需要再满屏翻來翻去。对于 iPhone 用户，它還可以直接調用手機本身的編碼能力，錄出更高質量的素材，後期直接丟進時間線就能剪。那麼我為什麼覺得它更適合自媒體呢？一方面來說，我們很多時候都需要查看自己的位置，就比如說拍攝口播，這個時候就可以直接使用平板看。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現在的一個口播的一個拍攝方式，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目前的一個監看方案就是這樣子，直接使用之前的一個筆記本電腦去搞定我們這一套的這個監看。那就比如說我們現在在錄製一個我們研究了很久的項目，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就是直接使用這個微影去搞的。那我就直接把它放在這邊，然後就可以做一個監看，這個效果是非常好的啊。然後就是錄製相機的界面，沒有採集卡的時候用這個直接使用平板錄製就非常香了啊。所以就是可以滿足自媒體的這個基本需求，然後成本又不會很高。像需要的一些平板和手機，我們也基本上都具備。有線可以傳 4K 30幀的一個畫面，無線是1080x60，其實還是非常夠用的。然後傳輸的延遲我們也可以簡單看一下，就是非常低的。唯一我覺得不咋樣的地方就是 APP 居然沒有適配平板的一個橫屏，體驗上就稍微差了一些。而極影5和極影7就更加偏向於真正的專業範疇了。以上的微影功能它們也都具備，且有更多專業的功能。而更重要的就是它有一塊巨亮的屏幕。极影5、极影7是1500尼特。像很多專業的輔助監看工具也都是具備的，微彩、格栅、標記等等。但是在硬件的層面，它們又很不一樣。极影5有一個 SDI in， 一個 HDMI in， 一個 HDMI out， 支持環出。除了 F750電池供電，還可以 DC 供電。上面的 USB 口是給相機通訊用的，就是在軟件裡面設置好同步錄製之後，相機開啟錄製，極影5也會同步錄製。雖然說現在不太需要代理了，但至少多一份保障嘛。
但這個功能是僅限於索尼用戶的部分机型，目前是支持 A7M3、A7M4、A7S3、FS3、FS30，所以说索尼还是干活的好机器啊。而且它的天线还创新的使用了快拆啊，现在就再也不需要拧了。開機按鈕它也是有一定的阻尼，不容易誤觸。而下面的是3.5的音频口，機身底部和右側它也有1/4的螺絲口，橫屏、豎屏它都 OK。在右側它有 SD 卡槽，内部的文件就存放于此。机身的整体的外殼它是軟質的，很有質感，直接放在桌面上也可以提供很強的摩擦力，放在包裡也不會刮到別的設備，這點就非常不錯。而集影器在集影5的硬件基礎上是多了更多的接口，屏幕的尺寸也更大，給甲方導演看現場的時候也更方便。它的 SDI 有 In 和 Out， 且在機身的右上方它有2顆快捷鍵，默認是 F1 鎖定屏幕， F2 開啟對焦輔助。背部的電池也是支持2個。在熱量方面，長時間使用它們都會有熱量。其中帶屏幕的集影風扇噪音在長時間工作之後會有一些，微影它沒有風扇，而且集影系列的官方傳輸距離它是有300米之遠啊，這個距離就別提有多 nice 了。我們可以簡單看一下實測，你就知道有多強了。好，現在我們來測試集影5和集影7，它這個自帶的這個圖傳，它能夠傳輸多遠。然後我這邊已經和這個 FS3 連接起來了，然後這邊用的是集影5，然後我們監看。導演的監看用的是集影7，然後我這裡這個儀器是測試距離用的，到時候大家就直接看這個畫面上它那個畫面清不清楚。好，我們現在開始測試。然後我這邊也同步開啟錄製吧。你沒了告訴我啊。好的，好的。它這個就是背過身也可以很穩定的傳輸，是吧？好，目前我們看一下它的距離啊，目前的距離是88米。好，浩哥，你可以看，你說一下現在的畫面的一個情況吧。現在的畫面都還正常啊，一切正常。OK， 那就是100米完全沒問題，剛才已經90多米了。OK， 現在的距離是120多米，問題不大啊。刚剛畫面出了一點點問題，但現在是正常的。就是現在我是把身體轉過來，沒有背過去，所以現在是穩定的，對吧？對，現在是正常的。剛剛畫面出現了一點點問題。OK， 那我現在來測一下距離吧，先。現在測試直線距離是有160米，然後160米如果有明顯的遮擋物的話，它可能會有一點點卡頓啊。然後我們去往後看看它的極限在哪啊。OK， 那差不多就是這裡這個裡就是無遮擋沒問題，然後就會有卡，對吧？好。現在實際測試它的這個距離大概是200米左右啊，就是200米。目前來看的話，它的這個距離就是它現在的一個極限的距離，就是它這邊如果是無遮擋的話，它是可以完全 OK 的。
所以它这個无線圖傳的距離是真的非常非常厲害的，就是200米以內它都是基本上不會受到阻礙的。那這樣的一個距離對於我們實際拍攝過程中，那肯定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就比如說我們可以進行稍微遠距離一點的這個無線的圖傳直播，就直接這樣進行直播。就比如你們現在看啊，就是我那邊那個定機位錄製的這個畫面，應該是我這個圖傳的畫面，然後在這麼遠的一個距離，它都可以很好的接收我的這個視頻信號和音頻信號，這是非常非常厲害的。OK， 咱們這個測試就到這裡啊，因為再遠的話，就可能就不太貼近於實際的一個使用了。所以在我的個人理解上，他們都屬於我們內容創作的好帮手，輔助监看啥的都不在話下，傳輸信號也非常的穩定。而且如今直播行業這麼熱鬧，移動機位的畫面也可以通過他們傳輸。我目前不在傳統的拍攝行業裡面已經有好幾年了，傳統的 TVC 啥的可能沒有以前那麼多，但隨之而來的是各種短視頻的需求越來越大。我個人理解就還是我一開始下的結論，小型創作者直接使用微影其實就夠了啊，後面大了也可以再添，前提就是要精打細算。而個人的能力強的大佬，這就不用我多說了，你肯定也會直接選購基因5作為你的小尖，配合門馬的生態，在外面幹活的時候也可以很好的和別人的門馬搭配使用。而如果是大團隊，那就是配合着採購基因5、機影7都是搭配着購買的。我就是用這些東西走過來的。早期拍攝別人的項目，我喜歡把小相機打造成甲方快樂機，後面拍攝自媒體，相機是越來越簡潔了能不帶的就盡量都不帶。但我依然很享受把相機武裝到牙齒的那種感覺裝上兔籠提手，再上圖傳監視器，機器變大變重了，但有的時候取悅一下自己也挺快樂的。那麼這就是我的這些小小的分享，希望可以幫助你了解門馬這幾款設備很強，也希望門馬能夠看到裡面我提及的一些小問題，及時更新 APP。然後本期視頻內容也希望會對你有那麼一點點幫助，記得關注呀。那我是雲飛，好好思考，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